眼前的男人正在看着富二代室友扔给自己的1万块现金，他气愤地扔进了垃圾桶里。因为就在昨天，富二代为了应付学校的检查，他把自己经常服用的违禁品放进了马特的柜子里，所以马特也因此被哈佛大学勒令退学。可作为新闻系的学生，软弱的马特甚至都没有向学校争辩，他默认了学校对自己的处罚。而这富二代为了哄马特乖乖离校，他甚至给予了马特一个承诺。When I graduate, I'll totally hook you up. 就这样，马特收拾好了行李，看着富二代重新放在桌子上的1万块现金，在联系了身为记者的父亲无果之后，无处可去的马特拿走了现金，利用这些钱，他买了一张去英国的机票。因为联系不到在国外做调查的父亲，马特只能找到了自己唯一的亲人。在见到了许久没有见过的姐姐之后，马特还看到了自己的小侄子。而当姐姐听到了弟弟的遭遇，她十分震惊，弟弟为什么没有向校方解释。 You don't know who this guy is. He's a Van Holden. What if you've had a chance? 等到马特来到了姐姐家休息的时候，马特的姐夫雷恩回到了家，可雷恩今晚正准备和妻子出去约会，他们没办法陪着马特。不过好在这时雷恩的弟弟皮特来到了家里，而皮特则是当地西汉姆联队的铁杆粉丝，但因为皮特没钱了，为了去看今晚的比赛，他只能来找哥哥讨点钱花。 Top bloke, my brother. 雷恩看着弟弟，他拿出了100块交给马特。雷恩让马特掌管着100块的经费，以此让弟弟带马特去看今晚的比赛。可作为铁杆球迷，皮特不可能带马特去到主场的北看台，所以他在带马特出来之后，皮特让马特交出50块，然后他爱上哪去就上哪去。可是马特他已经答应了姐夫不把钱交给皮特，但皮特却很生气。 And you're starting to get on my tits. Give me half the money. Cops! Well, how fucking stupid do you feel now? 等到马特被皮特撂倒，看着倒地不起的马特，尤其是听说这还是马特第一次打人之后，皮特决定带他去看今晚的比赛。在两人去球馆的路上，皮特迅速给马特普及了足球运动，并且他还告诉了马特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皮特是当地球迷粉丝团体绿街精英的老大。这个绿街精英可不是普通的球迷团体，他们对西汉姆联队十分忠诚，并且他们会对其他球队的粉丝充满敌意。为了维护球队的荣耀，绿街精英通常会使用比较暴力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足球流氓。就在2天前，刚刚看完比赛的皮特便带着他的成员们殴打了对方球队的球迷。而也正是这个原因，皮特警告马特，绿街精英十分厌恶记者，因为记者会把他们描述的十分不堪，所以他让马特一会儿隐藏自己父亲是记者的这件事，不然马特可是要遇到麻烦。等到皮特带他进到绿街精英活动的酒吧，他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了马特，可成员们却比较排外，尤其是皮特最好的兄弟长毛，但毕竟人是老大带来的，大家很快便和马特熟络了起来，并且马特感受到了绿街精英的疯狂。 而在疯狂之后，长毛还是再次警告马特，让他早点离开。很快，绿街精英们准备一同前去球馆看球。为了减少麻烦，皮特甚至还会教马特如何躲避球场门口的摄像头。等到马特真正的在现场看到了刺激的足球比赛，他爱上了这样的氛围。而在这时，假扮成工作人员的长毛已经来到了客队粉丝们的面前。长毛一个人面对着无数客队球迷，他疯狂地侮辱着这些球迷，这简直太疯狂了。 但这无疑是惹怒了客队球迷。等到球赛结束，输掉比赛的客队球迷已经准备好教训一下这群绿街精英，而绿街精英们也不是善茬，他们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便准备去堵这群客队粉丝。至于马特，他便准备先独自回家。可就在皮特叮嘱马特的时候，客队的球迷们已经盯上了独自回家的马特，因为把他也当成了绿街精英的成员。这群客队球迷很快便抓住了想要回家的马特，而因为马特足够的软弱，他就这样允许对面的大哥把银行卡塞进了自己的嘴里。但就在马特害怕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发现马特遇到危险的皮特及时带人赶到，他们开始迅速教训着这些客队球迷。在打跑了这些球迷之后，绿街精英便准备各回各家了。可这时候，那个跑掉的球迷竟然给了绿街精英们的货车100砖，这无疑是惹怒了众人。等到大家伙追上那个球迷，原来对面球迷早就设置好了陷阱。 There's 20 guys! You done wrong! Not when you're with us! You stand your ground and fight! Fight? I don't know how to fight! Just think of someone you hate! Come on, then! 可皮特并不害怕，而马特也没有离开。不过他第一时间便被对面打倒在地，但这也刺激了马特的肾上腺素。看着自己被打出鼻血，马特激发了自己的斗志。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马特这一顿乱锤竟然打晕了对面的老大。而面对人数上的劣势，绿街精英们甚至还占据了上风，并且就在这时。
随着援军赶到，绿街精英大获全胜。皮特看着马特，他真的很震惊，马特没有逃跑，而且还打倒了对面的老大。虽然这是马特第一次打人，但马特并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和绿街精英们一样兴奋。到了第二天，在从皮特嘴里得知了更多关于绿街精英的事情之后，马特已经迷上了这个团体，并且马特还了解到绿街精英的创始人是一个叫做少校的男人，但后来因为少校错误的决定害死了对头米尔沃尔老大汤米的儿子，少校离开了团体，而绿街精英也就传承到了皮特的手中。可就在皮特带着马特回到雷恩家里的时候，看着脸上受伤的马特，雷恩十分生气的想要教训弟弟。Get off him! You got the wrong idea! Fucking angel! 而在被雷恩赶出家门之后，马特已经决定彻底加入绿街精英。他在这天从姐姐家中收拾了行李，可姐姐却不想弟弟离开。原来自从两人的母亲去世之后，姐姐便孤身一人来到了英国。而马特由于痛恨姐姐离开了自己，他这么多年都不愿再和姐姐联系，甚至就连姐姐的婚礼他都没有参加。但姐弟之间的感情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的。马特虽然选择离开，但姐姐还是姐姐，这份感情是不会断开的。等到马特正式加入绿街精英，皮特开始带着他了解足球文化，两人也进行了更多的交流。不过由于马特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他知道皮特最讨厌的就是记者，所以他骗皮特自己其实学的是历史。可是马特的加入让长毛很不高兴，他甚至还和皮特之间起了冲突。这长毛一直觉得马特不值得信任，但他自己却在这天去到了米尔沃尔的地盘吃饭，甚至还见到了老大汤米。而在这天，正准备带兄弟们去到曼联主场反客为主的皮特，却在高铁上收到了消息，听曼联那边的朋友说，曼联队的球迷团体已经在高铁站做好了围堵他们的准备，他们起码有50个人。为了不被包饺子，长毛只能敲碎了高铁上的紧急停车按钮。等到众人从车上下来，他们必须要赶紧去到那边，不然绿街精英的面子就没了。可这里的车站外却没有出租车，为了尽快赶过去，高材生马特想了一个主意。1小时后，正在高铁站等待绿街精英的曼联球迷看到了一辆货车经过，可因为他们不认识马特，这群球迷就这样放货车过站了。就在这时，货车里的绿街精英趁着曼联球迷不备，迅速袭击了他们。就在群殴过后，曼联球迷们被赶来的警方抓住，而至于绿街精英，至此，马特已经彻彻底底地爱上了这种生活，他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自信。但就在这天，听说马特被学校开除的父亲找到了他。虽然儿子大了，自己管不了他了，但父亲还是告诉儿子自己调到了伦敦最大的报社工作。而因为马特一直很崇拜父亲，他便接受了父亲的邀请，去到了报社大楼参观。可就在马特进到报社的时候，长毛的兄弟却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等到长毛得知这个消息，他认定马特是卧底记者，所以他带着兄弟找到皮特。在皮特的家里，他们翻看了马特的电脑以及日记，看着马特把绿街精英发生的一切全都详细的记录在日记里。大家还以为马特这是在写新闻稿，皮特也十分的生气。与此同时，刚刚从妻子那得知马特学的是新闻专业的雷恩赶紧找到了他。雷恩想带马特离开绿街精英的酒吧，可他却被自己曾经的兄弟认了出来。原来雷恩就是绿街精英的创始人少校，但是因为当年他引发了一场群殴，害死了死对头汤米的儿子，因为自责加上愧疚，雷恩放弃了绿街精英，然后他便遇到了马特的姐姐，而也是马特的姐姐帮助雷恩走出人生的低谷，让他现在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弟弟皮特却一直很崇拜哥哥，在雷恩走后，皮特便重新组织起了绿街精英，成为了现在的样子。但就在雷恩在酒吧里和皮特说着过去的往事的时候，皮特已经气愤地冲了进来。You fucking journal! You sure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 here? He's fucking undercover! Don't tell him nothing! I said, are you sure? 而在雷恩和马特的解释下，皮特这才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兄弟。Fucking diary! Ned saw you at the Times with a couple of journals! That was my dad, he's the journalist, you knew that! 可此时的长毛却不依不饶。You shut up! I don't care who he is or what he's done! You don't do someone on the deck! 但就在长毛想要对马特动手的时候，皮特阻止了他，而这则让长毛彻底失望。他在冲动之下直接找到了死对头汤米，并且告诉了他当年的少校就在那里。为了替儿子报仇，汤米直接带人来到了绿街精英的地盘。可这时的长毛还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了。Grass. 等到汤米带人攻进酒吧，他找到了害死自己儿子的雷恩。虽然雷恩一直在向他道歉，但汤米已经被恨意冲昏了头脑。他用敲碎的酒瓶扎向了雷恩的脖子。而等到长毛在酒吧外苏醒过来，看着自己曾经的领袖倒在血泊中，他十分的后悔。为了让雷恩赶紧去到医院，长毛偷走了路边的车子。等到雷恩进到医院，他立刻被送进了急救室抢救。而愤怒的皮特看着长毛，他对自己这个最信任的兄弟十分的失望。Kill my fucking brother! Come on, Tom. Just say the word, and I'll do it. 皮特没有给长毛获得原谅的机会，他赶走了长毛。而此时的姐姐也听到消息，带着孩子赶到了医院。她看着皮特，姐姐愤怒地打着皮特，因为她知道老公的经历，她也十分痛恨皮特让雷恩再次陷入到了危险之中。Shannon! You're sick! You're so sick!
等到雷恩脱离了生命威胁，她告诉老公我们必须要离开，因为汤米就是个不确定因素，他们很可能还会受到汤米的报复。而此时的皮特正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他让兄弟去联络汤米要谈谈。皮特打算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他决定在这件事之后就金盆洗手，绿界精英要彻底解散，大家一定要回归到现实生活之中。而马特听着皮特的决定，他表示自己也想参加，可皮特却让他陪着姐姐，他是时候回家了。 I don't know where my home is anymore. I think we both know where it ain't. Mate, this is my fight. It's my brother in the hospital. I'll take care of Tommy. Go on, mate. 等到第二天，皮特召集了兄弟们，马特则陪着姐姐回家收拾行李。他很犹豫，马特不想就这样抛弃皮特。等到姐姐收拾完行李，马特已经不见了。原来马特最终还是决定和皮特一起参加最后的战斗。就在皮特带人来到和汤米约定的地点之后，双方人马开始了最后的战斗。而汤米为了替儿子报仇，他已经决定了对皮特痛下杀手。可就在这时，此前一直在懊悔的长毛赶到了现场，他要帮助自己的兄弟打赢这场战斗。但在这时，害怕弟弟遇到危险的姐姐已经开车来到了这里。皮特一看嫂子来了，他赶紧大声喊着让嫂子离开，可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汤米这时也看到了雷恩的妻子。Tommy loses that car. Do you know what he'll do to her? He's a fucking animal. 随着汤米的手下冲着姐姐走去，马特赶紧前去阻止想要动手的混蛋，但马特实在是太弱了，皮特只能让长毛去阻止这一切。You wanna make up for what you've done? Get my brother's family out of here. 可汤米看着手下遇到了麻烦，他便想着亲自动手。而皮特为了保护嫂子和侄子，他用语言激怒着汤米，但紧接着， Get in the fucking motor. Get in the fucking car. Don't leave police or whatever. 愤怒的汤米用板砖杀死了皮特，所有人都停下来了。 Fucking help him. 看着失去呼吸的皮特，所有人开始了思考做这一切的目的。等到病床上的雷恩得知弟弟被杀的消息，他痛苦的想要前去复仇，但他明白弟弟是在替自己还债，因为暴力让他们失去了所有，他不能再继续将暴力延续。而皮特的死亡也教会了马特许多。镜头一转，此时的富二代室友正在高档餐厅和朋友们吹着牛，可就在他去到厕所的时候，已经回来的马特找到了他。在激怒富二代承认了当时是他栽赃陷害马特导致他退学之后，马特拿出了口袋里的录音机，而就在富二代想要强行拿到录音机的时候， Give me that. I wouldn't do that. 已经改变的马特揪住了他的领子，但他并没有动手，因为皮特教会了他如何动手，皮特也教会了他在何时选择放手。United!